2018年，一场热带风暴席卷东南亚数国，倾泻而来的暴雨造成老挝一座水坝崩溃，奔涌而出的洪峰水漫金山，下游大量村庄全部被淹，数百人失踪，超过6000人流离失所。这是老挝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这是天灾还是人祸？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调查，各界纷纷把目光瞄准了这座水坝的主要承办者桑片桑南内电力公司。这家公司是由老挝、韩国、泰国所组成的合资企业，一手包揽这座水电站开发建设的是韩国的 SK 建设株式会社韩国西部电力公司。事发后，韩国西部电力急忙向外界宣称，不清楚为何水坝形成裂缝，所有这些都在大雨情况下发生的。另外，也和老挝当局、当地居民疏于防范有关。也就是说，韩国人认为这是天灾，但老挝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得出了相反结论。溃坝事故毫无疑问与复坝基础有关，事故原本可以预防。百年大计，民生水利，作为一个多国参与又有韩国雄厚财团注资的崭新水利项目，为什么刚刚建完不久就发生了这样极其惨烈的事故？为什么老挝要找韩国人来修建大坝呢？中方对此又持怎样的态度？要说清这些问题，就要从2011年的那次水利招标开始说起。老挝是亚洲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人均 GDP 不到3000美元，全国遍布山地丛林，缺少出海口，基础设施落后。不过，老挝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水利资源。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境内数条河流从老挝经过，其中著名的湄公河及其支流穿凿而过，存在非常大的落差，具备水力发电的优越条件。据专家估算，老挝全国的水电蕴藏总量约为3000万千瓦，堪称一座水利大金矿，被外界誉为中南半岛蓄电池。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国民经济，成为了老挝历届政府的共识。特别是受到邻国中国三峡大坝的成功案例影响，老挝人也希望自己能够修建一座像三峡那样举世罕见的水利工程。不过，作为技术、资金、人才、基建存在重大短板的发展中国家，单凭自己的国力必然无法完成这样规模的水电站建设，所以老挝开始寻求有足够资本技术的外国公司合作。老挝在2011年开始向全世界发出招标公告，邀请有实力的水利企业来开发建设位于本国东南部的波罗芬高原上的桑片桑南内水电站项目。当时这个项目招标会吸引了包括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企业来参与，舆论一度认为和社会主义老挝关系更好的中国将会拔得头筹。然而最后胜出的竟然是来自韩国的水利公司 SK 建设株式会社韩国西部电力公司。韩国人在这场竞标中所出价格仅为 10.2 亿美元，较之于其他国家出资更低。考虑到自身脆弱的经济实力，老挝便选择了韩国来开发这个项目。根据协议内容，韩国承建公司拥有几十年的商业经营权，之后再将水坝移交给老挝政府运营。在特许经营权期间，老挝政府无法从电力出口中获益。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句话虽说不能绝对化，但是放到韩国人身上可以说是十分贴切。在老挝的大坝施工中的表现，可以说韩国相关公司唯利是图、粗制滥造的劣根性表现得一览无遗。韩国人接手这个项目后，雄心勃勃地投入修建工作。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工程主要围绕浅黄色、深黄色、绿色几个区块。韩国人先在浅黄色区域修建一个水坝，将浅黄色区块的河流引导到深黄色地块，再于深黄色区修一个水坝，将深黄色地块的水流吸引到绿色区，最后在绿色区域修建发电机组，成功实现大规模水利计划。当地支流众多，为了能够将更多水流集中到一个区域内，他们还必须修建多个副坝。据估算，建成之后的水库蓄水量高达5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水库的1/8。这个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那么最后为何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呢？原因就出在其中的一个副坝之上。根据老挝事故调查委员会报告，韩国人修建的D号副坝存在高渗透性，简单来说就是质量差，遇水时很容易被侵蚀。当洪水袭来之时，早已腐朽的大坝已不能承担负重，彻底躺平，任由洪水冲垮自身。现场的证据也支撑了这一观点。专家们在地坝残存区域的土壤发现，土层混杂有植物根系，部分区域夹有粗颗粒的沙层，存在一些小孔洞。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副坝质量根本就没有达标。根据原先的设计方案，原来应该在这个副坝设置节水槽、灌浆帷幕、排水垫层等相关重要功能设施。可是这个能够保证水坝安全的完整规划，到了韩国人那里就打了折扣。韩国人仅做了局部地段的实验，便以调研报告为依据，认定副坝所在地方土壤的渗透性很低。他们认为，即使砍掉一些必备的设计，也不会威胁到水坝安全。大手一挥，将节水槽和灌浆帷幕干净利落地从设计稿上删除，
将排水垫层的厚度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水坝中一个小小的漏洞就足以决定整个工程的结局。由于缺少集水槽这样的设计，第8次完工之日就面临先天不足的困境。在雨水的持续冲刷之下，D 号副坝内部出现了渗透破坏，坝体中部和岸坡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裂缝。在老挝这样常年屡降暴雨的热带国家，水坝上一个小小的缺口极为容易被无限放大，这最后造成无可挽回的饕餮灾难。水坝发生险情后，又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到汗颜的举动。热带风暴山神在2018年7月横扫东南亚，漫天的雨势覆盖了老挝全国，不断上涨的河水冲击着脆弱的大坝。在这种极端天气下，韩国公司并没有提前降低水库水位，以避免水坝崩溃。对即将到来的灾难麻木之后，7月20日这一天，D 号副坝中部出现11厘米沉陷。2日后的中午，D 号副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可直到当天下午17点左右，韩方才开始对坝底的损害情况进行巡查与拍照。等到雨停之时，D 号副坝已经错过了最佳修复时间。小小的裂缝已经发展为错台，坝顶大面积塌陷蓄水，决堤已然不可避免了。姗姗来迟的警报在这天中午才发出，韩方向老挝政府发出告急函，要求紧急疏散桑片和下游居民。可惜为时已晚，同月23日晚间，副坝部分地段坍塌。次日早上9点，D 副坝全面决堤，约51立方米的大洪水彻底漫出河道，向下游的村庄袭去，水淹面积超过70里。如此短的时间内，大部分老挝下游居民根本来不及做反应，一些人在睡梦中就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大坝坏了，4、5个人死了。据东博社报道，一名老挝溃坝事故幸存者这样讲述洪水经过：他在自己睡梦中被邻居们的惊叫声吓醒，只见周围的人纷纷收拾着财物跑到屋顶等待救援，有的人积攒了半辈子的财物来不及带走，被洪水冲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事故的第一责任人韩国公司早早地从这场水灾中脱身。正在水坝现场施工的53名韩国人全部安全撤离，只留下了一地鸡毛。另一方面，韩国救灾的速度也饱受质疑。水灾发生1星期后，同年7月30日，韩国海外紧急救援队 KDRT 才从本土赶来，救灾物资同样姗姗来迟地从韩国运到了老挝机场。对于韩国企业糟糕的表现，就连韩国网民自己都纷纷指责，不仅仅国家丢脸，连信誉都会受到打击。从谢罪到妥善补偿，应该采取这样的对策，国家不要再丢人了。危难时刻见真情，中国人是老挝真正的朋友。虽说水坝是老挝和韩国两国之间协议修建的，但中国并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在水灾发生的第一时间主动参与到了老挝水坝的抢险救灾当中。早在同年7月25日，中国电建下属水电3局就携带大量捐助物资，驱车赶了100多公里来到灾区。这个速度比起韩国人整整早了3天，并且提前7天抢修完成高难度的灾区公路桥梁，为灾区救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出于对中国电建集团在这次救灾中的优异表现，老挝总理还授予了中国电建集团老挝国家发展勋章。当地一位副省长在表彰仪式现场对中国代表竖着大拇指说 Power China。 除了救灾，在桑片水坝的善后修复工作中，中国也出了很大一份力。当时韩国 SK 建设株式会社面向全球发出关于水坝修复的招标公告，中国企业击败了德国、越南等竞争对手，拿下了这个项目。凭借着纯抓法和显切法等先进的施工技术，中国企业完成了包括灌注桩、防渗墙、大坝回填等一系列极具施工难度的工程，最后全部一次验收合格。桑片桑拿内电站在2019年底全部修复完毕，充沛的电力又一次输送到老挝、泰国、越南等国的千家万户当中。我们不得不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老挝人如果不贪图小便宜，把项目早早交到中国人手中，也不至于发生如此大的溃坝事故。算上水灾发生的损失，老挝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出当时从韩国人手中得到的差价，实在是得不偿失。近年来，中国水电企业凭借着自身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稳定的质量，在国外水电市场占据了70%以上的水电建设市场。中国为全世界修建了一个又一个符合中国标准的3峡工程，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以缅甸耶雅水电站、巴基斯坦 NJ 水电站、埃塞俄比亚特克泽水电站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海外水电工程，成为了中国水电的杰出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 NJ 水电站是在国外公司以难度太高拒绝的情况下，由中国公司接手完成。在喜马拉雅山系中开工的这项水利工程被誉为载入隧道开工史册。
总之，作为屹立于东方的基建狂魔，中国水电企业永远是最值得依赖的合作伙伴。老挝人如果下次再想找人合作开发水利，可千万别再犯贪图价格便宜的老毛病了。特朗普对中国1300多种加征关税的清单上，机智一批的他唯独划掉了他们至少80%都要向中国进口的稀土，因为在稀土上中国能把老美的脖子卡到窒息，并且在全球都找不到替代渠道。我国掌握着世界90%的稀土供应，在全球上只有中国一超没有多强，是真正的王牌产业。这个让我们自豪的产业，却建立在我们曾把稀土当猪肉卖的血泪史上。30年前那场将全球强国都卷进来的稀土大战，开战前我们被美日欧等国逮着羊毛可劲薅，最后却被中国将计就计，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口中的霸权主义者。稀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可以说它可是比石油都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称为工业黄金。美国制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要使用稀土达27吨，生产一架 F-35战机需要400公斤，一枚爱国者导弹中也含有3公斤的稀土。可以说你日常中见到的飞机、新能源车、手机等都需要用到稀土。军事方面，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武器，比如激光炮、电磁炮、卫星、雷达等，可以说没有稀土，就连三体中的水滴都得躺在设计图上。中国稀土的储备量是世界第一，但凡中国沾点第一的东西，那美国绝对不会让你好过。1980年之前主导着全世界稀土行业的就是美国。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了全球90%的稀土需求。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为了确保战争时期美军不会缺乏关键的稀土原料，就将本土的稀土开采列为了核武器的级别。一场针对中国稀土的阴谋就应运而生。1982年，美国战略原料局向总统里根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整篇报告汇总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资源，向中国购买，埋在我们土地下面存储起来，等把中国掏空之后，我们再高价卖给中国，岂不美哉？美国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真是为首熟耳。1990年，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然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在稀土的暴利下，一时间经营稀土行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数百家，他们不负众望地将这些稀土卖给了英美日等国，并无限量供应。由于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国内的企业就打起了价格战，导致比黄金还宝贵的稀土真的被当成土来卖，价格最低时甚至比猪肉还便宜。到了2005年，全球稀土总量不到10万吨，中国的产能却达到了20万吨，供远大于求，出口的价格比支出暴跌一半都不止。更令人心痛的是，中国的稀土储量由70年代的90%骤降到了37%，现在的存储量预计保持到2040年至2050年，之后就需要向国外进口了。没办法，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啊！你总得先赚着钱才能购买生产线、购买技术。另外，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有1/3的稀土都是盗采和走私出口。每每讲起这段历史，无数人为之痛心，而以美国为首的稀土购买国则悠哉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年制定的战略实现。当年被邓公点名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产业，却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让无数国人唏嘘。但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可没这么惨。在中国低价高纯度的稀土冲击下，国外稀土公司开始大量倒闭，稀土产业链断档。视频开头的芒廷帕斯矿在2002年就被美国关停。全世界的稀土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是被中国廉价的稀土冲垮，要么将企业迁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相信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外企大部分却被中国悄悄收购和瓦解了。比如曾经为美国生产最先进导弹磁体的麦格昆茨公司，如今背后的两大股东分别是中科院的下属企业中科三环，另外一个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洋气十足的麦老登的名字下可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中国西部矿业收购了美国稀土合金生产厂，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全球金属矿业公司等等。基本上全球所有有关稀土的头部企业都被我国直接和间接吞并。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甘心被收购？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从开采到分离以及提炼的整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不仅端走了他们的饭碗，临走还把桌子给掀了。直到2010年在中国布局完成后，其他国家才恍然大悟。美国赶紧将芒廷帕斯重启，希望重现往日辉煌。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注资升级，还有巴西、日本、印度等组成联盟，表示不进口中国稀土，还有忙着撰写状纸告中国稀土垄断的。2012年3月，美国、日本还有欧盟一同将中国起诉到了世贸 WTO。 起诉的理由是中国随意限制稀土的出口配置，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凭借稀土霸权欺负我们。WTO 这个傀儡机构认定中国败诉，强迫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
好，这么玩是吧？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把稀土的出口关税提高到了原来的10倍。美国也没闲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稀土，先是找到了格陵兰岛，结果早被中国捷足先登。中国盛和低调并购了格陵兰矿业公司 10% 的股份，是格陵兰最大的股东，拥有优先开采权。蒙古国虽然愿意卖，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压根运不出去，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美国跑去矿物废料里提取稀土，结果发现提取稀土的加拿大技术商 NEO 公司已经悄然改名为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这家公司也早已被中国紫金矿业以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估计美国知道这一消息时头都裂开了。在过去的10几年中，美国一直想要重建稀土产业。在2010年时，美国审计局计算出追上中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到2016年，美国总统再问统计局，得到的答案还汤姆是15年。美国等于刷了6年的朋友圈步数。而此时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基本消化了全球的企业，但是距离称霸全球还差一步。还记得开头说的，供应着全球 90% 的美国芒廷帕斯矿吗？被美国寄予厚望，却在2015年宣布破产了。在破产前，将核心技术和资料全部转移到了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2年后，芒廷帕斯矿拍卖，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家稀土企业在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链，这是美国最后的倔强。拍卖会上被 MPMO 公司竞拍获得。有意思的来了 ，MPMO 公司有3大股东，其中2家是根正苗红的美国资本，另外1家是新加坡国贸公司，股份拥有优先权。这家公司虽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但 70% 的股份归属中国乐山盛和稀土公司，而乐山盛和的背后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研究所的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代表美国无限稀土光荣的公司，通过一个4线小城市乐山又转交到了中国手上。万般无奈之下，美国最终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公司，拥有着世界 14% 的冶炼产能，而中国的冶炼产能也才占到了世界的 86%。世界上除了2万吨稀土不是中国冶炼的，剩下的稀土矿都需要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而这一切的辉煌背后，其实我们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先生。他和同为化学家的妻子高晓霞克服美国重重阻挠返回祖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四处转换科研方向，自主创新出一套串集萃取理论，将稀土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 99.99%。中国稀土因他而起，因他而盛，由开始的冤大头变为吞并世界的巨鲸。我们背后的脊梁，每一块都由他们所铸。在中国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名利，不为财富，他们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富强。